鼎盛时期，全香港路边排档有800多家，因为政策管制，如今拥有牌照的只有26家。我喺呢度啟業村經營呢個大排檔呢35年㗎啦，街坊小細，之間亦平靚正。今年63歲的呂以玉親歷了香港大排檔的各種變遷。從1983年開始，呂以玉就把排檔風味搬進了大型屋村。政府起出嚟冬菇亭嘅原意就係佢有一個公共屋邨，咁佢就會起1個至2個呢啲，咁每一個入邊會有4個鋪位，慢慢就會演變成呢一種咁嘅大排檔。昔日的路邊大排檔早已被屋村冬菇亭所替代。全香港200多個冬菇亭熟食檔，能存活30-40年的屈指可數。呂以玉的勝利大排檔卻一直讓街坊追捧。每天下午2點，呂以玉總會出現在街市。西芹就呢啲菜心咧，嗱起菜花嗰層咧就唔好用啦。你見到呢啲花嗰啲，你又撲開個腦啊，嗰啲未開花嗰啲。每逢假期，大兒子呂昭廷都會跟隨父親身後來偷師。呂昭廷深知，對食材的辨別和挑選，父親有着獨到的眼光。我7幾年嚟香港做咗成7-8年街市，咁啊變成對呢一方面咪有認識咯。7年街市生涯，練就出呂以玉對食材挑選標準的苛刻。每一塊肉，每一把菜，甚至是每一根葱，都必須經過自己的手才放心。呢啲係盲爪，攞翻佢一陣間就死嘅，但係呢隻係咧就肥又夠肉。千挑萬選，何事最好？2個小時的挑食任務結束後，父子倆馬不停蹄地趕回排檔，準備迎戰繁忙的週末晚市。龍躉、龍蝦、鮑魚、白鱔，這些大酒樓才會有的食材，竟然是呂以玉大排檔裡最受歡迎的菜式。呂以玉的經營理念顛覆了傳統大排檔菜式的定位，他用上等的食材結合傳統的排檔風味，以大眾化的價格易街坊。為了吸引客人嘗鮮，他最先想到的是港人最愛的龍躉。片咧就薄啲咯，薄一半到啦。頭先0.2或者0.3個先係一個打邊爐咯。連埋皮嚟講咧，啲皮咬落去咧，好似食脆肉飯咁樣，爽爽地。深知港人愛打邊爐，呂以玉最先想到了推出龍躉火鍋，但這個火鍋並非湯底加魚片那麼簡單。肚腩嚟講咧就拉油，啲肉咧彈起啊嘛，跟住啲肚腩就煎嘅，跟住我哋有好好到個龍湯喺度啊嘛，跟住啲豬肉飛水落底。258塊錢的龍躉火鍋套餐一推出，街坊蜂擁而至。呂以玉又大膽地推出黑松露碧綠蝦球、竹升海皇翅、品鮑魚花菇鵝掌和蝦多士等新菜式，這樣100-200塊就能讓食客在大排檔的夜市裡嘗到星級酒樓的味道。以呢個套餐嘅形式，等啲街坊多啲選擇啦，又唔使諗得咁辛苦。喂，呢幾個餸，咁又價錢又平啲啦，食套餐就薄利多銷啦，所以維持到咁多年啦。從晚上7點到凌晨1點，呂以玉父子相互協調跑全場，後廚培哥負責廚房總把控，各就各位，各司其職。其實做呢一行好慘嘅，特別做我哋呢啲，任何大時大節你就要做，人哋普天同慶，我哋一定要開工。看似不起眼的大排檔，實則不簡單，價平量足，貨氣夠，吃得爽，喝到嗨，這些都是大排檔的獨有標籤，也是宵夜文化的一個發展與傳承。
即係你話喂呢個大排檔咁樣，我哋做咗30幾年，咁我哋他朝有一日真係爸爸話唔做，咁我願意做嘅。位于新兴县西南部的大江镇，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被视为珠三角的后花园。平時都去行山㗎，有時行山中意去河卡下底有冇啲咪咪。在这个后花园长大的吴新林，是大江镇出了名的山人。他的出名不仅因为他一有空就喜欢往山里跑，而是他敏锐的视觉总能發掘山溪里的美味。以前呢就生活困難啦，7口人，父母同姊妹，當時梗係食唔飽啦，揾下山乜你講去捉下魚、捉下蝦，下咁揾餐。因为要填饱肚子，所以老往山里跑。从前的习惯跑成了如今的爱好。而每次上山，吴新林总会自然而然地带上一包柚饵，把柚饵半遮半掩地铺盖在山溪里的石缝下。有3幾分鐘得㗎，又下出去食嘢咪捉住佢咧。不到10分鐘，小型的山螃蟹沿着诱饵四伏而出。有時有幾斤，有時候3斤咧，講咧捉餐啦。本來想捉咧坑螺個，20你真係捉唔到，捉咧3粒嘛。吴新林带着些许收获和少许遗憾，结束了一天的忙碌。无论身居高山，还是依傍大海，老广对一日当中的第4餐总是充满了激情和期盼。嗱，你今日冇成你要呢個貨噃，等你沙拉啫噃。哇，今日你有啲貨誒，好多啲咧，點會啱仔㗎啦嗰度啦。兄弟啊，今日10點鐘過嚟食宵夜啊！山螃蟹，当地人称为虾辣，虽然体型较小，但有着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和多种维生素，有清热散血功效。一天的忙碌下来，总想有一些地道的美味来犒劳疲惫的身躯。即将进入大山的宵夜时段，当地的香厨盘青青用自己特有的方法来烹调这一顿宵夜。今日阿林哥做的蝦辣會啊，好靚㗎，俾林哥食先啦。油炸虾辣、虾辣鸡蛋汤、蓝角炒米粉，虽然都是新兴宵夜的特色，但是在吴新林和盘青青的心中，少了山坑螺的味道和吸螺肉的過程，總感覺不夠完美。本來想做啲山坑螺㗎嘛，佢入邊啲水多，啲多睇唔到。我睇可能今年颱風比較多，魚市比較多，山坑螺比較難捉啲。大家聽日去繼續，後日中秋節啦，大家揾坑螺，大家飲杯追住哦。明天就是中秋节了，除了必备的月饼外，新兴人的赏月餐桌上更是少不了鲜味的紫苏炒螺。山坑螺系栖息于底泥富含腐殖质的干净水域环境，常以泥土中的微生物和水中浮游植物、幼嫩水生植物、青苔等为食。山坑螺昼伏夜出，体型小巧尖长，颜色与溪流里的石头相近。想要在白天摸到它们，丰富的经验才是關鍵所在。靠自己的眼力睇啦，都係日頭全部要靠飯食頭搬樹葉搬出去㗎。陽光明媚的正午，山坑螺偶爾會冒出來享受日光浴。對於吳新林來說，4個小時反覆的低頭彎腰，總算有了點收穫。用清水隔天靜養，令其吐清雜質，去除泥味兒，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過程。1年1度的中秋佳節，
紫苏炒山坑螺是新兴人最佳的赏月美食。山坑螺属风寒食材，而紫苏叶能散表寒，两者的组合属于食疗里的黄金搭配。辣椒、蒜蓉、姜絲同埋紫蘇。过去，山坑螺是给人们填肚子的凑合之物，时至今日，它已演变成新兴人的心头好。而在烹调上，除了有传统的紫苏爆炒外，还创新了不少搭配，如山坑螺焖鸡、山坑螺猪骨汤。从螺口处轻轻一吸，顺势滑入口中的螺肉细嫩异常。山坑螺不属于名贵食材，最多只能算是家乡美味，但每一个新兴人都爱它的鲜、爽、香，这也是吴新林向往大山的原因之一。地處中美洲最南部嘅巴拿馬共和國，早喺160幾年前就有華人踏足修建鐵路。世界第8大奇蹟巴拿馬運河，華工嘅貢獻不可磨滅。到而家，巴拿馬近400萬人口當中，就有近20萬係華人，而華人當中又有90%嚟自於廣東。嗱，呢度聽聞咧有100幾年歷史嘅，又係文物嚟嘅。啊，花姐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早晨，早晨，好啊，好啊。多謝。哎，阿添，早晨。早晨，早晨。早晨。楊子榮係香港人，1983年隻身嚟到巴拿馬做嘢，經常嚟唐人街睇下國人嘅身影，聽下熟悉嘅鄉音，一解鄉愁。頭嗰2年咧，就一個人喺巴拿馬啦，冇親冇戚啦。我哋又嚟唐人街買啲雜誌啊，同埋租錄影帶啊，等下豐盛下嘅生活啊，等佢冇咁悶啦。漫長嘅融入，令到大家難分彼此。勤勞嘅老廣們為巴拿馬嘅建設做貢獻嘅同時，粵菜喺呢個國家遍地開花。經過30幾年嘅打拼，楊子榮如今管理住當地3大華人餐廳之一嘅龍鳳樓。每逢節假日嘅時候，用餐高峰期，楊子榮都會扎入後廚，同工人們一齊做點心，為節日做準備。我由10幾歲開始做㗎啦。呢度嘅大老闆咧就聘請我哋咧就嚟巴拿馬，嗰陣時係24歲左右啦。咁啊嚟咗呢度咧就結識咗我太太啦，就喺度結婚啦，拉尾就逗留喺度啦，一路咁做落去啦。楊子榮本身就係點心師傅出身，嚟到巴拿馬之後，教識咗好多當地人製作中式點心。而家後廚多數都係佢嘅徒弟或者徒孫，負責當地10幾家中餐館以及快餐廳嘅點心同甜品嘅製作。佢好快手啊！西人嚟講，佢做得最快㗎啦，係啊。呢個咧就叫 Pretty 人，佢做咗14年㗎啦，佢哥倫比亞人，佢都好幫到手㗎。巴拿馬地處於太平洋同大西洋之間，海產品極其豐富。每日早上太陽升起，正係漁港繁忙之時。楊子榮早早就過嚟選購海鮮。好啦，呢間我陳家樂。呢個蟹咧就係巴拿馬嘅特有嘅深水蟹，佢就係出產於巴拿馬嘅大西洋嗰邊嘅，係印第安人區嘅特有嘅深水蟹。個殼咧就好厚，肉咧就好肥美，個鉗咧就好大隻嘅，好重。呢個蟹都有4磅幾嘅，係啊，好大隻。我就要呢一隻啦，我又買呢一隻啦。搭咩啫？巴拿馬人對菜肴嘅味道非常專一，幾十年都冇變過。
而且雞同海鮮上台就唔可以見到有骨。好多西人都佢怕麻煩啦，佢都食得係安靜啲啊。依家我哋都有部分中國人都中意咁樣食嘅，尤其是招待啲客人啊，比較食得斯文啲啦。係啊，西人嚟講咧，中意係比較濃郁啲嘅味道嘅。其實攞啲蟹肉出嚟咧，都唔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嚟嘅。呢個就係蟹鉗嘅肉啦，呢個就係蟹腳嘅肉啦，呢一個咧就係蟹身嘅肉啦。拆好嘅蟹肉盛放喺蟹殼入邊。螃蟹嘅做法比較簡單，先將蟹肉入油鑊炸至7分熟，薑葱爆香，放入蟹肉入邊翻炒。起鑊嘅時候再裝翻落啲蟹殼度。巴拿馬人中意嘅薑葱炒蟹就大功告成。薑葱嘅清香將蟹嘅香味烘托得恰到好處，蟹肉潔白嫩滑清甜。喺薑葱嘅刺激之下，味道就更加顯得濃郁。呢個魚咧就係叫細眼魚啦，係可以講係巴拿馬特有啦。佢嗰個魚質好幼滑嚇，我哋中國人啊鬼佬都好中意嘅。細眼魚去鱗以及內臟，入油鑊煎至焦黃。西紅柿、薑葱加埋配料炒熟。再將魚放入去猛火煮幾分鐘，西紅柿煮細眼魚，色香味俱全。細眼魚外邊焦脆，內裏鮮嫩，再帶啲西紅柿嘅酸甜，係白飯嘅最佳搭檔。知慳識儉嘅楊子榮將老廣使用食材到極致嘅特點發揚光大。飯店入邊魚貨多，廣東人鍾愛嘅魚肚，亦就係魚標。亦都將佢攞嚟做另外一道深受當地人中意嘅羹湯。我哋依家將啲魚肚咧就泡水，就泡佢係2天。呢個咧就係我哋泡咗2日水嘅魚肚啦。魚肚切絲，配上竹筍、杏鮑菇、雞肉。先混合入鑊高湯煮，再加入生粉打返個芡，熟咗之後裝入煲入邊。港式魚肚羹清潤爽滑當中，同時含有軟糯脆甜嘅口感。喺晚上嘅時候，楊子榮約上啲華人朋友，提前慶祝母親節。母親節當日上午9點唔到，龍鳳樓內已經係人山人海。餐廳門口亦都排起咗長長嘅隊伍，楊子榮忙到踢晒腳。身在異鄉為異客，楊子榮離鄉別井35年，先擁有而家嘅事業。老廣們喺遠離鄉土15800公里外嘅巴拿馬，歷盡艱辛，憑借住勤勞嘅雙手，創出咗一片新嘅天地。一大早，天氣陰霾，但係李國士仲係要堅持出海。李國士嚟自香港，香港人對食鮑魚有住獨特嘅執着。鮑魚喺香港嘅市場需求非常大，李國士睇到咗商機。喺1994年，25歲嘅佢孤身嚟到鮑魚王國南非闖蕩，開始做起咗鮑魚生意。今日出海嘅任務係要將培養好嘅鮑魚苗放入海底嗰度，令到鮑魚喺海底承受海水嘅壓力，促進鮑魚肌肉嘅發育。呢片海域亦都係印度洋同大西洋同南極匯水交匯嘅地方，水流好急，養分豐饒，係得天獨厚嘅鮑魚產地。
根據南非嘅法律，鮑魚一定要生到1斤以上先至可以被撈上嚟售賣。但係呢個過程至少需要10年。如果喺岸上面養殖，係會俾到佢一個好嘅環境，係受保護到。但係唔能夠100%做得到嘅就係，始終喺岸上我哋係模擬佢嘅野生嘅天然環境，但係冇嘢好得過佢真係喺海底裏面生活。而呢樣嘢會對個鮑魚嘅本身嘅品質咧係非常之重要。喺個殼上面有好多寄生物，好健康。我就係想見到咁健康嘅鮑魚，咁先好食。鮑魚被譽為係海味之冠。南非鮑魚係極為珍貴嘅品種，口感細膩爽甜，紋理繁複精緻，係出咗名嘅鮑美人。當地人稱佢為珍珠之母，香港人就叫佢做孔雀鮑，因為南非鮑魚嘅背面好似孔雀開屏。鮑魚食咩，好大程度係決定鮑魚嘅品質。李國士喺海岸線採集咗優質嘅海藻，翻去養殖場嗰度培育。我檢查下，呢個都可以，夠壯健啊！呢啲可以啊。Just put everything back to the paddle pond. Good enough. For the feed. 李國士喺鮑魚唔同嘅階段，比喻唔同嘅藻類達到14種之多。呢個令到佢嘅鮑魚有咗多層次嘅鮮味。我希望佢能夠盡快好健康咁樣成長，最快嘅速度去成長。咁我就要俾最好嘅嘢佢。鮑魚佢食嘅食物對佢嘅生長係非常有影響，所以我一定要必須挑選最適合佢哋生長同埋最好嘅食物俾佢哋。咁因此咧，我就要喺海裏邊揾一啲我認為係最好嘅海藻俾佢哋。因為香港人特別中意溏心乾鮑，所以李國士同南非本地嘅鮑魚養殖會唔同。佢嘅鮑魚專攻製作溏心乾鮑。鮑魚嘅清洗好講究，首先去殼，剪咗啲內臟，放入清水入邊浸泡同沖刷。鮑魚嘅保護色退去之後，露出咗白身，咁先算係清洗乾淨。多少嘅鹽度同溫度去煮鮮鮑，對於製作溏心乾鮑，亦都係好重要嘅一個環節。我喺一個日本師傅嗰度學翻嚟嘅，咁我就將佢嘅技術再改良，因為溏心先至能夠係一隻乾鮑魚最好食嘅終極境界。鮑魚肉厚，外層風乾之後形成咗保護層，細菌唔可以侵入，而佢個內部就唔會腐敗，因為佢個內部尚未完全乾透，喺儲存過程當中會逐漸自溶而形成溏心。呢個需要乾鮑個肉質堅硬、紋理緊密，先至可以保護同滋生內裏嘅溏心。極品溏心乾鮑烹調之後，每一刀切落去都富有彈性，有少少黐刀嘅感覺。食落口入邊帶有甜味，一啖咬落去，鮮味將鮑魚嘅香味徹底揮發出嚟，流入口入邊，越嚼越軟糯。呢個就係鮑魚食客所追求嘅最高境界。溏心呢個部分咧，其實係鮑魚嘅靈魂。咁點解叫佢做鮑魚嘅靈魂咧？就係因為溏心其實就係鮑魚裏邊最重要個部分。唔單止帶俾我哋好好嘅口感，食落去好好食之外，仲係俾最好嘅營養我哋。因為野生鮑魚瀕危，南非政府對鮑魚捕撈有嚴格規定，餐廳想售賣鮑魚都要攞正牌照，鮑魚因此身價不菲。呢個令到有啲人睇上咗李國士嘅鮑魚場，落海偷渡嘅，搶劫鮑魚運輸車嘅。李國士全部都遭遇過。多得好緊要，差唔多每日都偷，多不勝數。你睇下，李國士乾脆請嚟咗保安公司，全天候保護鮑魚周全。歷經半年之內，捉獲咗200幾名嘅偷渡分子。
今日李國士喺南非嘅搭檔理查邀請佢去屋企嗰度做客。50年份嘅鮮身大鮑魚切片，有個特別嘅環節，就要攞木錘去敲佢。呢個係為咗令到鮑魚嘅肌肉放鬆，令到鮑肉食起身更加之軟糯。理查用南非傳統嘅波基火鍋，放入洋葱、西紅柿、胡蘿蔔、鮑魚片，加入白葡萄酒，酒入邊嘅果酸梅可以更大程度咁撩撥起鮑魚嘅鮮味。燜蓋煮熟，放入各種嘅菇類同忌廉，再放入龍蝦，再燜煮30分鐘。一道充滿南非風味嘅鮑魚焗龍蝦就出爐啦。李國士亦都唔示弱，烤爐上面放入錫紙，鋪滿咗粗鹽，將鮑魚大殼咁放上去，撒翻少少鹽喺鮑魚腹部，再將錫紙捲起身密封，用鹽分嘅熱量嚟烤熟鮑魚。一道中國風味嘅鹽焗鮑魚，香氣四溢。溏心乾鮑香濃爽滑，理查一家亦都被李國士影響，中意咗溏心乾鮑。鮑魚嘅鮮甜同爽滑，衝破腐料嘅包圍，喺味蕾上面慢慢咁蕩出去。鮑魚龍蝦汁撈飯真係一流。洋葱、蘿蔔、西紅柿、鮑魚、龍蝦嘅味道喺湯汁當中融合成一個整體。李國士，一個曾經不知天高地厚嘅青年，漂洋過海到異國他鄉。喺佢融合嘅僑味入邊，除咗鄉愁，仲有雄心。對堅毅勤奮嘅中國人嚟講，海外淘金，只要肯做肯諗，就係點金之術。僑居他鄉，成就自我，天長日久，竟把他鄉作故鄉。他鄉嘅味道猶暫眼前，故鄉嘅味道源遠流長。林琴俾咗周振平一家甜蜜嘅生活，但係有一種更甜嘅水果，亦都係產自湛江。每年嘅12月，蔗林如海，綠浪連天。湛江農墾廣闊嘅土地上，迎嚟咗一年最忙碌嘅時候。廣東係我國第3大食糖產區，僅次於廣西、雲南。湛江蔗區則係廣東省蔗糖產業主要嘅集中地。種植面積佔全省嘅80%，主要集中喺穗溪、雷州同徐聞，而穗溪更加有全國第1甜縣嘅稱號。甘蔗成熟嘅時候，各大農場進行大規模嘅收割，成為咗呢一度獨特嘅風景線。大部分蔗林由於面積同地形嘅限制，收割仲係要靠人工。12月底，穗溪縣嘅陳曉君種植嘅180畝蔗田，亦都請嚟咗工人，開始咗1年嘅收割。作為農場嘅職工子弟，陳曉君自細對蔗林嘅記憶都係甜嘅。大家都說嘛，鋤頭一響，還萬兩啊！我們都很喜歡12月份，又有乾吃，又有錢收嘛，有錢過年啦。蔗糖按用途可以分為果糖同糖蔗。湛江種植嘅主要係用於榨糖嘅糖蔗，皮硬纖維粗，唔適合鮮食用。但係高糖含量則係製糖嘅重要來源。
斬落嚟嘅甘蔗會送到附近嘅糖廠榨糖。湛江嘅大部分糖廠都係50年代響應國家號召所建起身嘅，最老已經有60年。雖然年代久遠，但係依然源源不斷咁為全國嘅糖業輸送能量。經過壓榨、過濾、煮沸、蒸發等流程，蔗糖濃縮成膏狀蜜糖，最後經過控光篩選，我哋平時食嘅白砂糖就咁出嚟啦。除咗機械製作嘅白糖，喺湛江古法炮製嘅冰糖片，亦都係當地特產。甘蔗作為湛江嘅主要經濟作物之一，亦都係當地人收入嘅主要來源。但係近幾年國際糖價唔穩定，種甘蔗已經冇咗以前嘅光景，呢個令到陳曉君等蔗農好愁。因為呢，那個我日常壓得下跌嘛，所以說我們收入壓得低了。現在大概是380左右，今年的話可能會虧150左右吧，每一畝地。2008年在外打工嘅陳曉君決定返鄉下種甘蔗嘅時候，佢嘅父母覺得辛苦並唔支持，但係陳曉君仲係堅持咗落嚟。回鄉之後，單單甘蔗並唔可以維持全家生活，陳曉君一直都揾緊其他嘅方法。一次偶然嘅機會，令佢發現咗新大陸。呢個火龍果啊，生到都冇錯啦。呢個係咩？本地都冇得幾靚咯。哦，係咩心嘅咧？紅心㗎嗰啲。哦，紅心嘅咩？冇產量幾多啊？冇產量冇講得到，天氣好又多啲，天氣臭又少啲，就係咁啊。呢一種紅肉火龍果，令到只係食過白肉嘅陳曉君感覺得好稀奇。都係本地人收購啊！好快，佢亦都發現瑞溪本地並冇人種紅肉火龍果。陳曉君決定成為第一個開拓者。他們說，用的東西賣給誰呢？3畝地，人家拿去用不動車，那拿去賣嘛，人家又沒有吃過的那種東西，人家害怕，就這樣的。然後呢，我說我的想法就是說，沒有人種的東西我要去種，全部人種的都不要種了。冇經驗就自己慢慢摸索，冇諗到靠住自學種低嘅山畝試驗田，竟然成功咗。火龍果屬於仙人掌科，最特別嘅地方係開花嘅時候，好似曇花一現咁，只係開一晚。通過花蕊入邊嘅小蟲，火龍果花亦都完成咗授粉嘅過程。如果話曇花經驗，咁火龍果嘅花喺完美謝幕之後，帶俾人們嘅仲有鮮滑嫩潤嘅果實。12天之後，呢啲花蕊就會結出小果，再長多45日就可以採摘啦。火龍果掛果週期長，每年嘅6月一直到12月，1個月採摘2次。陳曉君冇諗到，第1年就收返當初嘅成本。我們那邊氣候好啲嘛，溫度也多，所以一個特別好種火龍果的地方。我們那裡是屬於紅土地，然後它種出來的火龍果呢，比其他地方要好很多，很甜。採摘返嚟嘅火龍果，本來品質就要比同類更勝一籌。加上陳曉君按大細分裝，佢屋企嘅火龍果10年嚟總係提前被訂晒。到而家，陳曉君嘅種植面積已經擴大到80畝。喺佢嘅帶動之下，周圍好多農戶都跟住種植。
成個稅區已經有5000畝火龍果果田，大家有咗甘蔗以外嘅收入來源。剝開火龍果果皮係通紅嘅果肉，口感要比白色嘅火龍果略甜。得意嘅係，除咗直接食，摘落嚟嘅火龍果，本地人仲會攞嚟浸酒。將火龍果切開，只係取果肉，同本地自釀嘅白酒一齊裝入個玻璃樽嗰度，靜止3個月就可以飲啦。而曬乾嘅火龍果花乾同霸王花相似，加啲豬骨係煲湯嘅好材料。煮熟之後口感清脆潤滑，湯嘅味道更加係清甜。收穫時節，陳曉君屋企總係要準備上好食嘅，招呼摘果嘅工人們同附近嘅朋友。呢幾年因為種火龍果，大家嘅生活都好咗好多。甘蔗係呢片土地上世世代代嘅甜蜜事業，而火龍果嘅種植實實在在咁提升咗大家嘅經濟收入。食住火龍果，陳曉君盤算住，明年要帶住呢度嘅農戶，將火龍果種植做成品牌，一齊將日子過得甜蜜又紅火。而喺廣州，有啲人唔種植水果，卻一樣以水果為生。每日早上5點幾，孫修路就已經出現喺江南市場入邊。睇呢只啦，呢只未結，呢只，哇！呢只紅身得滯喎，呢只。就話呢只，呢只可以，呢只得，呢只腍身啲，呢只腍身啲。作為一名採購總監，孫修路每日都要去到市場，掌握各種水果嘅情況。最近車厘子開始上市，孫修路帶住公司嘅買手嚟到各個檔口轉下。車厘子的話，一個是枝頭要青，另外一個顏色越深就。英文叫 dark， 就是越深的話呢，它那個糖度越高，口感也好。同水果打交道咗20幾年，孫修路對各種水果嘅產地、味道同品質都了如指掌，亦都有自己嘅採購標準。要是一般購買水果的話，你肯定要看它新鮮度，然後就是口感，哪個季節應該吃什麼東西。比如說荔枝的時候吃荔枝，龍眼的時候吃龍眼，11月份打後就吃那個蘋果。現在這個時間，剛好這個南非橙子，過段時間秘魯的紅提也會量多了啊。已經有25年歷史嘅江南果菜批發市場入邊，蔬菜同水果兩大類近1000個品種嘅產品，吸引住全國各地嘅批發商。水果交易量亦都一直位居全國之首。今日啲山竹好賣喎，好賣，貨多唔多啊？依排少啲啊，咁少價錢又升啲啦。啲食用率幾多度啊？8成到啊，都叫接受。每日交易大棚兩側嘅貨車一部挨住一部。各類新鮮水果從各地聚集喺呢度，發達嘅物流令到國人即使喺冬季，亦都可以食到世界各地嘅熱帶水果。孫修路喺呢一個佔地18萬平方米嘅水果區轉咗一圈落嚟，至少要花上3個鐘頭。當日採購翻嚟嘅水果，要喺8點之前進行每一箱嘅品質檢測。再完成分揀。還有沒有沒拿完的？今天沒拿的話，這邊有會
统计嘛，会催供应商有那个求单。对啊，一定要让他们注意那个时效，快一点。批發市場嘅熱鬧一般從凌晨持續到上午。晏晝，孫修路要俾公司嘅買手們上下課。各位同事啊，我們這次就講一下那個車厘子。前段時間都是空運的，是吧？其實質量不算很好，啊，新鮮度不夠。那麼什麼是新鮮呢？新鮮就是這個把要綠，所以你們呢要多嘗試水果。知道了才去怎麼去推銷你們的產品。那個肉帶一點點黃的那個肉呢，特別好吃，特別甜啊！你們自己嘗一下，啊。味道還不錯。最近，孫修路遇到咗一件好開心嘅事。像這個一定要剪掉，不剪掉的話，它那個真菌就會傳染。原來前幾日孫修路試咗幾個河源嘅橙，竟然令到口味挑剔嘅佢一直難忘。孫修路馬上聯繫咗果園嘅種植戶上山。本身有很多地方的水果都在市場裡面去銷售，那我們就根據哪一個水果好賣的、口感好的，那我們倒過來再去它產地，再去看他們的水果啊。因為有住紅色嘅果肉。呢種橙被稱之為血橙。血橙個頭比普通嘅橙要細，但係皮薄肉厚。平時見到嘅都係澳洲、美國同江西嘅血橙，令到孫修路意想唔到嘅係，河源呢一片土地種出嚟嘅血橙竟然飽滿多汁，勝於其他地方嘅出產。我挑一個啊！我們這個是下的是農家肥。有機肥很好的這個，是吧？啊，這個顏色，這個肉色不錯啊。是。哦，這個有14.9了，這個糖度有13，已經很不錯了。血橙來講的話呢，一個很多地方都比較酸的，另外一個吃起來有渣的，它這個呢就沒有渣。從賣水果到從事採購行業。孫修路食過嘅水果不計其數，因為喜愛，佢仍然對味道保持住新鮮感同敏鋭度，亦都希望通過自己嘅經驗，帶俾買手們為顧客揾到更多新鮮優質嘅水果。喺老廣門嘅自己眼入邊，嶺南嘅佳果酸甜不忌，全國採賣，既有本土本鄉嘅堅守。亦都有住新鮮生冷嘅大膽嘗試，只要揾到一種真正喜歡嘅味道，每一種果實都係佳果。